人家的感觉是比较没有偶像的那种距离，对，因为虽然我觉得公司一直想要把我们打造成偶像团体，但是其实私底下我们还是想要做一般人想要做的事情，而且我们一直很想要给人家感觉是开心、阳光、健康的形象，对。我们6个坚持的一个想法就是，我们永远都要这么的，就是最不忘记根本，然后歌迷他们会觉得，我们跟他们很贴近，然后他们会觉得说，我们做得到的，他们也做得到，这样子，我们作为一个算是一个标榜，这样他们才会跟随我们的脚步，对啊，我觉得我们，不仅是表演给他们看，也可以当做他们人生一个就是力量这样子。我没有遇过那种，我们可能去哪个地方的签名会啊、签唱会，哇，就是那种2、3排人的，所以那时候我们就觉得，从那个时候我们就提醒自己说，不管人多人少，我们还是一样。面对真的台下只有2、3排的时候，那种感觉是什么？应该是说，原来这世界还有一些地方还不认识我们棒棒糖，所以我们要想办法也让他们认识一下。从寂寂无名到星光灿烂，6个小小少年因梦想聚少，因青春而绽放耀眼光芒。一路走来，棒棒糖携手走过1000多个色彩斑斓的梦幻日子。鲜花与掌声记录着成长路上他们的深厚友谊，他们的泪水与欢笑，他们非同寻常的魔力与蜕变。这段用汗水、泪水和超越年龄的担当书写成的青春岁月，在6个男孩的人生中留下了一场最温暖的共同记忆，以青春的名义，让人永生不忘。你能不能尝试一下，今天跟我说一说你第一次见到他们5位的感觉？敖犬刚刚说他说我一定要说他很帅了，可是我觉得帅真的还好，因为那时候他剪了一个很奇怪的头，你的才奇怪了。王子啊，我觉得他给我一种很骄傲的感觉，因为他可能第一次见到他就带很多粉丝，就他可能自己学校的粉丝，哇，很多人这样过来，我说哇，好这么厉害哦，然后阿伟那时候我觉得他还蛮土的，对，第一次现在不一样了，对，第一次因为他那时候有戴一个金项链，就觉得那是我妈妈送给我成年礼。好，对不起，可是还是有点土啦，对，我有点没什么注意他，因为他那时候就只是我来后宫翻完上了，好，那很好啊，这样子，对，可是之后就其实还跟他聊天，其实还蛮多优点的，对。小杰，然后小杰哦，你怎么进来的？那时候第一次看到会这样想，可是看到他跳舞之后，我完全改观了。对。我听说你们有不同意见的时候，据说激烈的时候还打过架，谁跟谁？阿伟跟威廉。你看你们俩拿话筒，我就知道，怎么回事？其实那时候我记得跟威廉就是第一次打架的时候是在，因为我们睡同一张床。不是，我们睡2张床，对，然后我们没有睡过1张床过，对，睡同一间，我们只是把它并在一起而已，同一个房间，对，因为那时候我们就2个人一个房间。我记得我出去回来的时候，发现威廉没有洗澡，就躺我的床，然后我就很生气啊，我就开始就是跟他起了一些手脚冲突，然后之后就开始扭打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有吵起架来，打起来。然后我记得打起来的时候，突然有4个声音，就说打死他，打死他。我就看到那4个人跑进来，就说打死他，打死他。但是这就是私下玩的。我听说你们都很害羞，可不可以在今天说一说你们彼此的最心里的话？像我对王子一开始就是觉得他就是个小孩，可是我们现在都已经23了、26啊，对啊。我记得在有一次的时候，在小巨蛋演唱会前一天晚上，王子第一次在我们面前大哭。王子为什么当时会哭呢？他们都说，其实我就舞蹈一直跳不好，其实我就会很自责，说为什么我会就是拖累大家。可是那天我是跟大家讲说，其实我不是故意跳不好，我也希望我很帅，在舞台上表演跳舞，然后都没有出错。可是我就跟他们讲说，我就是天生比他们晚学，然后我也在努力，
所以他们就比较体谅我。然后从那天开始，我觉得就是每个人都变得不一样了，每个人都对我来说很重要。像比如说，我第一次跟阿伟闹不愉快是我们在有一次表演，我忘记蹲下来，可能挡到他的镜头，他可能比较没有那么高，然后我就挡到他的镜头，然后他那时候就很生气，可是我真的是忘记了，我也不是故意要对，然后结果后来我才慢慢发现，就是因为可能我平常练习的都随便走，他就以为我是故意的，不过后来讲开就没事，然后后来我就有跟阿维道歉啊，传讯道歉，就发现就是大家都慢慢越来越了解我。仔细想想，这2年我跟他们就是没有，我跟他们每个都很好，然后没什么疙瘩，对啊，然后其实我也知道我自己，对那个比较大了，我不知道我还可以跟他们这样子奋斗多久，因为我们是好像是被人家定义为青春偶像嘛，然后如果再过4年我就30岁，那我去外面我要说我是青春偶像吗？就算我的脸还是长这样子，那我觉得我是妖怪，就是很奇怪。我觉得我自己的心里面有一个规划，就是讲给你们听，就是我可能了不起在2-3年吧。对啊，我真的可能有一些别的事想要做。对，那很开心这2年就是跟你们都那么开心，我觉得好像是老天爷安排好的，让我们就6个就是感情就这么好，就是像这几天我们在内地宣传都很开心啊，就是不管在吃饭在车上啊，就一直笑，也不知道笑点在哪，然后那已经不是笑点的问题，是一个大家一个感觉，好像一个眼神就知道那个要去该笑的那种，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，可能你们自己有好朋友嘛，也是有那种感觉吧。对啊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然后我觉得这一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收获最多。然后我如果老的时候回想现在，我会觉得很酷，因为我有这些朋友陪我一起。对啊。有什么你在意的，或者你觉得我在意的，我非常在意。有一次小杰就是拿筷子射我的胸。如果严格真的要讲，我们有吵架的话，就是那一次。那一次蛮凶的，那一次大吵。对，因为小杰非常的怕蛇，然后有一次我们在签售会的时候，有一个歌迷就是想要叫我拿蛇吓小杰，结果我就很开心，他拿到那个玩具蛇就咻，然后小杰就，然后他就翻脸了，他就是整个